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成立后将重新制定或修改宪法。据报道，塔利班称已经邀请包括中国、俄罗斯、伊朗等6国参加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仪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称，如果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俄方会接受邀请。中方则回应表示，中国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周一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新政府将为临时政府形式，最高领袖阿洪扎达将很快公开露面。穆贾希德称，新政府是包容性的，将会邀请前政府的军事人员加入新的安全部门，妇女的权利将在伊斯兰教法的框架下得到尊重。他称，当前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希望阿富汗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并呼吁阿富汗民众不要参与示威和集会活动，因为国家刚刚走出危机。就塔利班之前讲呢，他们不打算建立这个过渡政府，而且呢，他们是打算一步到位。那么现在呢，又说呢，他们现在接下来要成立这个政府呢是临时政府呢，说明他在这个建设这个政权的过程中呢，还是充满了变数。所以他现在成立一个临时政府的话呢，也就是说呢，为未来的任何的变动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这个呢，说明呢，塔利班呢现在已经体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2007年，阿塔曾为在阿富汗重新执政起草了宪法大纲，系统阐述了塔利班未来执政后的政策纲领，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义将会是新政府的最高指导方针。穆贾希德在会上宣布，等体制一确定下来，就会就宪法开展工作，要么会重新制定，要么会修宪。说塔利班在第一次这个执政的时候，也就是1996年到2001年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制定任何的宪法。现在他有这种想法，而且呢，甚至呢也说呢，有可能是修改这个宪法，因为这个呢，因为是塔利班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说呢，他所建立的这个政权呢，无论他的国体是如何呢，他的首先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谋求国际社会的承认。所以在宪法这一块上呢，他作为一个继承者的这样一个形象出现的话呢，可能他们会认为呢，国际社会的接受度会高一些。对于保护妇女权利，塔利班周日正式发布文件，规定女性可以入读大学，但必须穿长袍、戴面纱。另外，男女学生要分开上课，女学生每堂课要比男学生提早5分钟结束。阿富汗国内大学近期开始恢复上课，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可以看到，位于喀布尔的阿维森纳大学教室内的男女学生被要求分坐在教室两边，女学生们身着长袍，佩戴头巾，面目清晰可辨，男女生中间有一道灰色不透明帘子相隔。路透社报道称，阿富汗境内多所大学都出现了类似的场景。随着阿富汗塔利班紧锣密鼓地开始建立新政府的准备，阿塔称已经邀请中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卡塔尔等国参加组建阿富汗新政府的成立仪式。塔利班以前的非常坚定的支持者，比如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等这些国家呢，他都没有请。反之呢，他是却请了这个伊朗这个以前的对手，同时呢，像土耳其和卡塔尔呢，都算是比较开明的伊斯兰国家。所以我觉得呢，通过这个邀请的名单呢，显示出呢，塔利班呢，他打算向世界上展示的一个是和过去的塔利班非常不同的形象。他的政府也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政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一表示，中国始终支持阿富汗组建开放、包容、有广泛代表性的政府，奉行温和稳健的内外政策，坚决打击各类恐怖势力，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友好相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表示，如果新政府是具有包容性的，俄方会接受邀请。На свед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и движения талибов предпринимают шаги, направленные н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страны. При этом мы выступаем за скорейше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нклюзивного коалицион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с участием всех 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сил Афганистана, включ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在谈到关于与中国未来的关系与合作可能时，穆贾希德表示，中国作为重要的大国，塔利班希望未来阿富汗与中国在多个领域和方面开展合作，
作，如经济和贸易方面，水利、电力和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具体项目。穆贾希德表示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并希望塔利班能够加入其中的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拉希德对此表示欢迎。值得注意的是，穆贾希德此前已经多次表态支持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上周五，穆贾希德以视频方式出席巴基斯坦阿富汗青年论坛一场题为“共同重建阿富汗”的国际会议。期间，他明确表示，延伸中巴经济走廊，使之与阿富汗相连接非常重要。上周三，穆贾希德还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塔利班非常重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阿富汗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中国的帮助将有助于塔利班找到走向全球市场的渠道。阿富汗形势向好，印度媒体却无中生有，妄称阿富汗塔利班计划将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使用权移交给中国，用于行动需要。中阿之间正就相关事宜展开讨论。对此，外交部驳斥了这一谣言。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纯属虚假消息。